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时事评论员胡文琪。主持人好，大家好。好，稍后郭正亮哥也会加入我们现场。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到的第一个国际大家现在最关心的议题哦，我们从百度热搜开始看起。好，第一名哦，就是解放军台岛周边演习的现场画面。好，所以我们就要带大家哦，现场的来直击哦，这是解放军东部战区以台岛以东海的空域组织。驱护舰还有歼轰机等兵力，然后进行对海突击、区域制空，还有搜寻、反潜等科目的演练。那检验了海空协同，还有精准巡歼等能力。好，这个是解放军东部战区最新发布的画面。好，但是我们要看到了央视哦，特别也曝光了围台军演，说越勒越紧。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哦，则是直接呛瞎美国，说应该认清对台军售的严重后果。好，这个是央视微博稍早发文指出说，解放军台岛周边演习的对比，说从2022年军事演训行动到2024年的联合利剑 A 跟 B， 好，再到今年2025年的正义使命，也就是这一次的围台军演。好，说哦，这个围岛链条是越勒越紧。好，甚至他们哦用了这张图来表示哦，它越来越集中。好，那这个围台军演的正义使命压境哦，玉渊谈天有特别的说，它的发布名称、还有节奏以及政治语言上面都做出了调整，但核心的模式仍然是延续近年高频短时联合多项的压迫型的演训手法。好，所以呢，他有特别讲说啊，这一次的军演哦，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针对近期美台勾连挑衅全面升级的集中反制行动。好，并点出解放军恶毒手段是正持续的加压进逼。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解放军的这个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哦，特别的分析说，因为近期台美勾连的动作频频，而且性质恶劣，那可归纳为3个层次的升级，那分别是金额升级、还有性质升级以及体系升级。那这3项变化被中国大陆方视为是逼迫解放军必须出手的直接背景。好，所以呢，他在讲说啊，这个围台军演啊，是因为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好，那中国大陆的专家有解读啊，说我们这个正义使命的正义啊，其实就是充分展现了解放军这一次行动的正义性、合理性、合法性。那使命哦，则是展现解放军的责任，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那同时反对台独势力，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好，所以刚刚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也特别讲明啦，就是因为美国批准军售台湾这件事情。好，那这个是之前国务院批准的总额是3500亿新台币的对台军售，而且进入了知会国会的程序。好，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也特别讲说啊，美国你这个举动恐怕会使台湾成为了火药库。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军演的动作很大哦。那当然看到是解放军包围台湾本岛的实弹射击。那这个史上首次哦，其实重点是在这里，叫做逼近了领海边缘。好，因为这个范围不但包含了是台湾的全岛，而且相当逼近本岛，最接近台湾的一处是位在恒春半岛的南方，也在这边。好，那它的北缘的纬度是21度49分，已经贴在我方领海基线的边缘上面，这是历年距离最近的一次。好，所以呢，大家就好奇啊，过去2022年有裴洛西来台的军演，好，2024年有联合利剑 A、B 的军演，跟这一次正义使命的军演到底有什么不同？好，我们来看裴洛西那一次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他有力气来射飞弹。好，那联合利剑 A、B 则是走到你家门口的概念。好，那这一次的正义使命则是直接在你家门口，也就是我们的药港口拉起了实弹封锁线。好，就要演练如何切断台湾的能源跟补给航线。好，希望这样子的解释大家会比较清楚。好，那中国大陆的围台军演，解放军宣布在今天开始军演要封控药港。好，那这个解放军东部战区的发言人施毅说，29号开始就会包含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等，
重点演训是海空战备警巡，还有要港要域的封锁等实战的能力。那新华社也报道说啊，东部战区将在30号在5个演训区，涵盖台湾北部到东部的海域，然后还有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台湾南部以及东南部，要求船只请勿进相关的海空域，因为它要进行的是实弹的演练。好，那当然看到了解放军的这个舰机多项抵近台岛。而且中国大陆郑重的通告全球说，东部战区开展了正义使命的这个演习，引发一片哗然。好，那围岛不只是画圈包含是坐标、时段跟兵力构成的信号学。那这一次5大演训区从基隆外海延伸至巴士海峡的北端，然后再扩展到台岛以东，直面西太平洋，所以形成一个内外双线的风控格局。那甚至这个战术的场景也升级了，那就是希望压缩潜在外部军力的前线展开的运作空间。那甚至从压力测试到节奏管理，那希望展现的是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展示，而是一种节奏化、样板化的一个行动设计。好，说他们有这3大的核心要素。不过我们要看到美国到底有没有办法来进行反制呢？现在看到是美国的国安报告，这是最新版的中国军力报告，有清楚的指出，好，美国对中国来说，并不寻求冲突，也不寻求对抗，而是寻求嚇阻。那并非这个清晰指出中国的目标，而是宰制第一岛链跟印太地区，不是只有宰制台湾。好，那抗中不只是靠军事实力我们看到了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他也揭露说，其实美国的情报单位是希望能在一定的期限之内调查，而且公开中国共产党高层的资安状况。但他认为，如果这报告一出的话，可能会引发人民的反扑，就会爆发中国内部的高官内斗。他说，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好，其实明老师呢，跟美国的论点差不多，他们都有中国崩溃论。好，这是美国跟民进党从苏联解体之后就讲了30多年。好，但目前看起来中国并没有崩溃啊，所以这30多年中国在经济上面也是越发越来越好。好，那当然我们要看到了这个百度热搜，当然就是大家也最关心的就是环台军演的部分。我们先问赖老师。大陆的环台军演他讲得很明白，他是针对于美国的军售案来的那美国的军售案才发生多久？几天的时间，大陆就立刻能够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一次的军演，这代表什么？这代表美国的情报市场是错误的美国一直强调说，解放军要到2027年，他才有能力对台湾军事动手。2027，可是现在是2025的年底一般来讲，组织一个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我们都知道，演习就等于是作战，很多的时候都是由演转战就是我演习的时候，我马上转变成为一个战争。所以演习不是儿戏，演习也不是说几艘船出来走一走。演习这一次里面有战备警巡，它代表的是什么？实弹演练。也就是说，这些战斗机、轰炸机还有这个船舰，它事实上是炮弹都是齐备的。然后在这次的演习的科目里面，我们看到它明天开始的就是7个地区的实弹射击。这个地区的实弹射击，如果以我们现在所标出来的位置来看，例如说有一个区域是会在在这个钓鱼岛的附近，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也就是说，对于解放军来讲，如果美军或是日军从北部这个往南向来援助，要介入台海战争，它的所有的船舰都会在海上被解放军全部都击毁，这个叫做区域拒止。另外延伸出来的概念就是对于美军、日军在日本的所有的军事基地，我们叫做源头打击，都可以对于它实施全面性的摧毁。另外一枚导弹，我们另外一个实弹射击区是在这个南海南海往台湾海峡的这个地方，那就代表说，如果美军的舰队是从南海这边要进入台湾的海域到台湾的西南方来作战，也会被打击。另外一个就在巴士海峡，
美军不是在菲律宾的巴士海峡这个岛上设有军事基地，那这个部分也是在解放军的完全的掌控内。另外一个实弹射击区是要飞越台湾的上空，它是在台湾的东部海域里面。那也就是说，如果美国它的另外一个战队是从太平洋的方向往台湾这边靠近的话，都是在解放军的实弹的打击范围。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明天的实弹射击，就是在你的眼皮底下，也就是在你美国的眼皮底下，我打给你看，因为它打得非常的高，所以你如果以抛物线原理再把它拉开的话，它大概是在2500公里到1500公里的这个距离。这个就是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所说的，解放军已经具备有完全的这种区域拒止的能力，可以摧毁美国所有的海上的舰队。好，亮哥怎么看？这个我觉得动机如果扯到军售是有点奇怪啦，因为美国对台军售是12月17号公布的，然后后来他就对美国的20家军工企业做制裁嘛，110亿基本上都是既有的啦，并没有新的项目，所以就升级来讲也不是升级啦，就是金额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用这个当理由是蛮奇怪的啦，我觉得是他不好讲的理由啦。我认为就是针对高市早苗，然后赖清德附和高市早苗的讲法。那俄罗斯昨天宣布要在千岛群岛以南做军演，那从1月1号开始，连续2个月那我觉得俄罗斯应该知道解放军年底有军演所以等于是故意的，变成南北夹击日本这样的态势而且这里面就给高市早苗一个难题台湾有事你要怎么反应？你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所以就政治而言，他是丢给日本右翼一个难题说台湾有事你表个态吧。那如果他做不出除了那个政治上的表态搞不好政治上也讲得很被动所以讲说我们希望台海能够和平稳定。简单讲，你被看破手脚那当然既然已经军演了嘛，所以解放军就会希望有一些新的尝试嘛那这次我觉得2个部分会引起台湾注意了，一个就是距离更近那到底是多近我给我看有3个地方蛮近的，一个是离鹅銮鼻很近屏东还有一个是离澎湖很近，它有几个区那个离台湾那个尾巴蛮近的，然后离澎湖也非常近，那还有一个是距离花莲也蛮近的有3个地方那如果说再加上一个实弹那这个当然就第一次了，因为围台军演过去3次，蔡英文任内1次，赖清德任内2次都没有实弹，就第一次嘛那如果又再加上有我们赖老师所讲的有飞越台湾的部分那这个当然就会引起更大的注意了那就等于是你东部的部分我会把它涵盖在内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啦，起心动念的动机，大的动机啦，应该是要对台日联手做警告了那台日联手当然是高市早苗先做动作然后赖清德就往整个贴过去嘛那然后既然有军演嘛，那解放军就要加上一些项目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性质好，确实这个军事的这个军演先大家都很关心，不过台股还算是一直创高点当然这个东西有很多东西在讨论啦，我们问文琦哥。应该这样讲啦，简单的来讲，如果以近几年的军力的发展跟整个东升西降的态势就是这样持续演变之后，当然中共这一次的所谓的正义的这个演习，基本上主要的对象当然就是美国跟日本，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真正的战略，我认为最后老共
会针对东沙群岛，因为这一次要展现的其实只是所谓的拒止能力的展现，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背景板，不管说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如果总结这一次真正的战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所谓的从压力测试到节奏的管理，因为对老共来讲，因为一衣带水的台湾离中国大陆太近，所以他在展现他的拒止能力。可是我觉得这一次比较值得观察的是，我觉得老共变聪明了。怎么说呢？但是他还是不够细腻啊。你对照过往他所有的演习的规模啊，还有靠近台湾，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其实这不是最靠近的一次，在上一次的时候，几乎是已经进入所谓的高雄我们的领海24海里。那个新闻我印象中我有看到，可是你看到这一次他在战略面上他说正义，其实有没有一点那个类似赖清德讲？他明明在毁宪乱政，但是他是在跟你说护宪。所以你从这一次中共的军演，我为什么说重点在美国、日本？否则你看他这2天的演习，当然他有点违反 ICAO 说72小时之前要通知周边的国家，所以他前一天。可是各位，你突然发现，从所谓的今明2天，他说演习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你很难想象这是在上班吗？还是在下班吗？换言之，如果是以一个大规模动员，假设他真正的对象是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或是赖清德的话，坦白讲，不会所谓的1天2天，甚至我也没有公布截止的日期。因此，今天我们在看待这件事情，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曾经讲过，一轮记不记得？他说他绝对不会上当。老共人家是在用下围棋的方式在跟美国对抗，他没那么笨。第二个，我跟一轮做一个说明，如果你知道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能源政策是现在这样，你撑不了12天，2个礼拜以后，我坦白讲，我干嘛需要打你？你自己就会先撑不住。所以整个你观察这一次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正义的这个演习啊，坦白讲，他的目标还是在美国、日本。他告诉你，你美国最近的这个军售111亿，我觉得你踩到了3个联合公报，不管是817公报，要逐步的减少武器。日本的部分，当然你可以看到，不管是从所谓的 PKO 的第9条，还有日本的这个所谓的非核3原则，它似乎逐步的想要就是要挣脱的状况下。当然，中国大陆就是在展示所有的战略能力，告诉你美国跟日本，很抱歉，这个地方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所以大家不要把焦点放在中华民国政府。为什么？赖清德还有什么能力吗？除了告诉大家说我们一定会从头到尾坚贞，然后会稍微掌握状况，他还能够拿出个什么？3点半没有办法的。国防部有记者会，是对3点半和4点这个之间会有国防部记者会。好，我们随时会带大家来掌握。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刚刚我们谈到了2025正义使命的围台军演，在明天就要开始了。好，当然中国大陆外交部说是针对美国售台的军售。好，但是刚刚亮哥有特别讲说啊，这或许是在逼日本。好，为什么？我们也来看到日本媒体还蛮清楚的，因为他们自己也有发现说啊，这个军演可能在牵制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哦。好，这是日媒报道啊，说这个举动被视为同时就在牵制高市早苗日前有关台湾有事的发言，然后这是自4月以来解放军首次在台湾周围进行大规模的演习。好，那也在同时哦，俄罗斯呢也宣布元旦开始在北方四岛要军演。好，日本政府已经多次的进行抗议了。好，那也就是在2026的元旦开始，已经没几天了哈，他们就要在北方四岛附近的海域举行新的军演，而且时间长达2个月。那北方四岛从2战结束之后就成了俄日的争议区。好，所以日本政府当然要抗议。好，那东北亚也不平静哦，像是北韩也证实说啊，他们要进行实弹演习。这是北韩官媒报道说，28号在北韩的西部海域进行远端战略巡航飞弹的发射训练。好，金正恩更到了现场来进行观摩。好，分析说，推估这一次的飞弹飞行距离超过了2000公里，而且意在彰显对日本全境的反击能力。哇，看起来哦，日本好像成为了亚洲火药库诶，它的敌人
好，敌对的盟友非常的多。好，那现在高市的军事动作也是非常多，恐怕也是认为自己也是蛮容易这个备受关注的。因为日本政府现在不排除要引进核潜舰嘛，我们之前也有谈论到，但是民间有危机感呢。好，因为日本政府表现出不排除引进核潜舰的态度其实引发他们自己国内的波澜，包含专家在内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很担心国际的形势恶化，或是导致跟各国的关系紧张更加剧。好，但是刚刚看到我们前面讲的，其实呢，现在日本跟各国已经紧张在加剧当中了。好，那当然日本在3年之内是不是可以研发核武呢？大家记得季辛吉吧？他当年接受《经济学人》的专访的时候，就曾经透露过说，日本将在5年内迈向成为核武大国，那也不认为日本有意成为全球多边体系的永久成员。好，那就有中国大陆学者呼应季辛吉认为确实有动机跟技术说日本不只有政治动机，其实他们技术在3年内研发出核武。好，那日本现阶段处于一个核潜伏的状态，好，也就是说并未部署核武，但是能在短时间之内制造可部署的核武。好，有点绕口，但意思就是说他们是有这样子的技术，只是目前还没有张扬开来。好，那反制中国的航舰挑衅，日本的 F2 战机满载反舰飞弹演练示警，那是指日本的下世代战机 GCAP 目标在3-5年要开始服役了。好，你可以看到这是 F2 的战机以及 GCAP 的战机。但是日本的民众现在还是蛮反对日本政府的一些做法，尤其是扩军备武。那日本的民众希望能够正视历史，我们大家来看一下画面这是日本东京都的民众他们举行了抗议的集会，反对高市内阁大幅的增加防卫支出，甚至也呼吁日本的政府应该要正视历史。好，但现在自民党跟这个现在的共同执政的日本维新会这些人声称扩充军备其实能实现和平。好，但实际上他们想的是，如果日本跟美国的军工产业获利的话，可能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但这是错误的。好，所以现在在日本的内部也有一些不同的纷扰。但是最无辜的恐怕就是冲绳。其实冲绳人都很担心会成为第一线如果真的台湾有事，那势必冲绳就会有事嘛。好，所以就有看到美军的媒体说这个星条旗报报道说，驻日美军计划要重新派兵，那在冲绳街头持枪来巡逻。负责该项工作的美军宪兵将主要在当地夜生活区来巡逻，而且可能不再由当地的警方陪同。那是不是也是因应台湾有事呢？那维持对中国大陆的威慑，所以驻冲绳美军现在移防关岛生变说原本他们是希望将这个驻冲绳的海军陆战队中的其中一支步兵队要移到关岛。但是考量到台湾有事的紧急状况，要维持对中国的威慑力，所以美军决定修改计划，要把这个部队继续留在冲绳。好，那冲绳跟这个关岛相距大概是2256公里左右，其实距离算这个有点远。好，那当然看到了报复高市早苗，那中国大陆的媒体有鼓动说冲绳独立的宣传战。那今年11月涉及琉球还有独立等关键字那中国跟香港的媒体文章高达了600篇，而且跟去年同期的30篇是暴增了20倍。好，所以冲绳这部分也是蛮多人在关心的。好，我们一样先问亮哥，因为刚刚有特别讲到了这个围台军演跟日本来有关，感觉是冲着日本而来，我们再请您分析。其实这个就牵涉到高市早苗为什么要去讲台湾问题啦？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那扯到存立事态危机，然后集体自卫权。我觉得是日本的右翼看到了川普的转向，隐隐约约啦。当然，他们推论就是讲到最坏的状况了，就是美国、中国还有俄罗斯，是不是隐隐约约要搞一个新的雅尔达体制就3个大国说了算那我怎么办？我日本的军事化大部分都掌握在美国的手里
所以我希望变成正常国家，我要赶快发展军备嘛。因为跟日本类似处境的，还有一个国家已经解脱了，那个国家叫德国人家德国没有历史问题啊，人家清算纳粹这么彻底，是，所以那个敌国条款对德国早就不适用了，而且德国的地缘处境比日本好太多了啦。德国它如果崛起，它就是欧陆第一大，所以搞不好还变成欧盟的头嘞，北约的头嘞，日本不是啊，日本你崛起，周边3个超级大国，中国、俄罗斯跟日本跟美国，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的是陷入极大的焦虑了。就是说这样看，好像美国就要去跟中国啊、跟俄罗斯做妥协了啊，那我日本未来怎么办？所以他们就有一些力量急着要发展军事，那当然最好就是立刻拥有核武器嘛，那就不怕跟中国打仗了，至少我有最后一击嘛。我跟你讲，这个力量很大，你也不要以为这个是高市早苗一个人的意见，那一群人的意见，我认为是整个日本民族多数人的意见。日本民族真是一个很麻烦的，他常常这样当初他918退出国际联盟啊，你忘记了吗？他都是会过度啦，常常会过度啊，他就一直有焦虑嘛，他就说啊，我的空间不够啊，我要扩张啊，要发展啊。那现在3个核大国在你周边，你怎么扩张？所以他只好自强嘛。那自强就是我要军武啊，你看国防预算现在拉到900亿美金嘛，德国也是哦，德国今年的国防预算是1081亿欧元呢，因为它其中有115亿要给乌克兰，德国自己做决定的。你看他们一样都有那个生存的焦虑了，就觉得美国要退出啊，那所以呢，我要自求多福啊，自立自强啊。可是德国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地缘政治问题，你日本都有，所以立刻就撞上了嘛，你就立刻撞上中国那中国还是呢，你周边国家里面最强大的，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处境嘛。可是你说他会不会改，也不容易高市民调为什么还在70%？他这个民族就是这样啊，30岁以下的现在支持高市早苗，竟然升到94%，他完全没有历史的罪恶感嘛。因为他们根本教科书也没教啊。反正我跟你讲，他就不觉得以前的事情跟我有关我我祖父被干的，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现在就是要日本能够自保了，干嘛啦？他或许还觉得高市早苗很有 guts 哦。目前确实如此啊，30岁以下年轻人就这样想。可是他历史问题跟政治问题，还有地缘政治的矛盾，都相当严重是，好，赖教授怎么看？日本要发展核武，其实是日本的军国主义者跟右翼一直的梦想对，我想在以2012年的时候，日本当时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在写的一本新书，他就直接说了，我们日本有能力138天就把核弹做出来了。那在当时也被揭露出日本是偷偷的控制了掌控了浓缩钚200-300公斤，还有浓缩铀，这本来应该是要交还美国的，他不交，后来美国来跟他催讨。他本身也偷藏了1.2万吨的核废料，是被国际原能委员会发现，也就是说他在造假账，因为日本本身没有核能力嘛，没有核铀矿，它要进口。那我们都知道，全世界的核铀矿，它基本上都要受国际原能委员会的监督。你进口多少，你用了多少，你产生多少核废料，这个核废料最终处理到哪里去掩埋，那它都要监督的。日本那时候都偷偷的藏了1.2万吨，1.2吨那目的在哪里？目的就是他要发展核武。那在这个情形下，当时的石原慎太郎就直接说了以后出了书，而且呢这个辞掉东京都知事，另组一个新党，就是要在国会里面推。隔了2年，2014年
安倍晋三他就推说要修改核武3不原则，也就是要引进核武。美国说我可以给你核保护伞啊，你不要自己做啊。但是安倍晋三他们的想法，他们要自己做，可是他们在当时美国的压力下，他们要自己做的这个想法就没有了啊，不敢做。这是2014年发生的事。10年以后，你看高市早苗上来了，又来了，他又开始了，他就是说我要再修改，而且他要自己做，要自己做，自己拥有啊，还要引进，那也就是他连核动力潜舰他都要搞，这个就是引起了这个周边国家，不管是大陆也好，俄罗斯或者朝鲜，他们的注意了。那由于俄国跟日本到目前为止没有签和平条约，没有签，所以他们理论上讲，他们还是属于交战的一个状态，所以俄国完全有权利继续对日本进行武力的攻击，因为他们2战以后2国还没有签和平协定，没有签和平条约，所以我个人认为俄罗斯在这一次北方四岛这个地方举行军演，其实俄国一直对于北海道也有相当的领土野心，他好几次都想说，干脆我们把日本肢解，一部分给美国，一部分给大陆，一部分俄罗斯所拥有。所以我觉得日本的右翼，他很有可能会玩火，还真的会自焚。好，文琦哥怎么看？简单讲，就是你看到高市早苗师承他的这个师父安倍一直想要走出我们讲就战败国的约束啦。因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说日本之所以不同于德国，就刚刚讲，它对于历史的问题它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看到不管是对中国大陆跟韩国有所谓的独岛主导的一个争议，那北方四岛就是我们讲的跟俄罗斯、泽捉、慈武等四岛，那对于北韩说，我们看到可以达所谓的2000公里。可以涵盖整个日本，因为那是历史恩怨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了日本的这个民族，如果简单讲，你看到了所谓的季辛吉的这句话就是说他没有想要成为全球多边体系的永久成员。我坦白讲，你只要去看一下《菊与刀》，美国人类学家所谓的露丝·潘乃德写的，日本的民族的性格非常的矛盾，基本上有矮个不矮，反正就基本上它就很扭曲，所以今天我可能还是要呼吁一下高市啦。虽然我们看到现在高市早苗，我曾经笑他是不是高市早泄，虽然你看到了他现在民调很高可是对不起你看一下泽伦斯基当时候选上的那个民调还比所谓的高市更高可是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所以高市早苗现在的高民调，并不代表之后会怎么，就是能够持续的衍生，要看着。日本能不能够解决真正的一个问题？回过头来，如果你再来看一下所谓的这个美国说就是所谓的琉球群岛的一些当时候的行政托管，各位如果有仔细的注意到国际新闻的话，会发现不管是从之前美国说要接收所谓的巴拿马运河到丹麦，最近丹麦的国会做了一篇所谓的危险的报告，现在连美国都是列为其中一个潜在的威胁。同样都是民主国家，所以你看到不管是美国跟日本，他们希望说联合在一起，想要打压所谓的中国大陆。坦白讲，我认为几率极低啦。坦白讲，你如果回过头看真正能够内行的看门道，从他的不管是所谓的国家战略报告 NSS 到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还有之前的国防授权法，你是可以看到一系列，它其实逐步的在往战略内缩，也就是我们讲在东升西降，它其实在逐步的往战略内缩。所以我觉得，如果持续的观察下去，我认为在整个的国际局势的演变下，日本如果想要突破的话，我没有觉得它非常的一个乐观啦，因为时不我与，所以如果可能的状况下，日本跟美国可能要好好的思考一下，在整个的中国大陆的崛起、国力崛起，包含我们讲的41项。还有各方面，当然我觉得中国大陆自己要注意自己的状况，包含最近的欧盟，还有法国的马克宏，他们对于所谓的产能过剩的外移，其实包含1兆美元的收益，其实已经对中国大陆造成的一个国际的压力，这也是中国大陆自己要努力的方向。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有人认为中国大陆现在是以退为进，好，因为我们看到它的官媒有做一些相关的论调，
说人民日报12月26号到28号是连续发表了2025中美经贸启示录的系列文章。好，那分别是以3大为题，有一个以务实行动勇担当大国的责任，还有以正确认知共寻相处之道，以求同存异妥处双方的分歧。好，既有谆谆的劝告，又暗藏了杀机哦，说既试图迎合川普偶尔漏嘴的 G2 的说法，又似这个流露出中美共治终究是一场幻梦的顾忌。好，那确实他的论调就是美国再次伟大跟中国梦其实并行不悖。好，那当然也看到彭博认为在这个今年美中关系的大赢家就是习近平。好，那直面川普但难掩中国困境的文章这边就整理了过去1年中美的关系发展。好，那说认为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最大赢家，而且他未来1年的目标会迫使川普改变对台的立场。好，那未来1年就是2026年。好，因为4月的时候，这个川普要到中国大陆这边来会见习近平所以这1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好，那川普的关税7伤拳，好，美国媒体也就是英国媒体也有报道说，这个引述最新报告，2025年美企破产创下了15年的新高，其中以工业制造类的破产增幅是最大。那截至11月流失超过是7万个工作这非常多那标普的数据也显示说，今年到这个11月为止全美至少有717家的企业破产倒闭，那跟去年2024年同期增加了14%，那这也是自2010年金融海啸之后的最高纪录。好，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川普不是一直都说这个美国的经济好棒棒棒吗？怎么看起来数据上都是在打他的脸？好，那美国的 AI 是不是也不如预期？因为美国民众不懂 AI 吗？有一份民调，这是美国的民调说虽然 ChatGPT 已经广为人知，但是仍然有超过40%的受访者不知道它背后的开发公司是 OpenAI。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位于核心的技术圈叫 Anthropic，它有超过80%的民众还从来没听过。所以大家想说了，美国在 AI 发展上面照来说应该走得很快但是很多民众却不太了解。好，那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的政府对中国在电池制造跟加工方面的控制表示担忧。那这个情况可能对美国的军事力量和 AI 计划构成了风险。好，那中国企业控制的东西包含了全球的锂、钴、镍还有石墨等关键的电池材料的加工能力。好，这当然也使美国在这些领域的供应链上面面临了重大的挑战。好，那中国大陆我们看到它在 AI 的体系上面最喜欢的就是做在很多的应用的这个场域上面。那现在中国大陆还成立一个叫做人形机器人的标委会，那这是中国大陆的工信部人形机器人跟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会议。好，他们在北京召开，那就意味着中国大陆的人形机器人商业化是更进一步。那有分析认为说2026年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关键词就是放量，也就是这个数量爆发式的增长当中。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是一名中年的男性患者由于一次不小心的摔倒，我们带大家看画面他在2022年因为脊髓损伤导致了4肢瘫痪，只剩头颈部可以活动。但是2025年6月，患者植入了科研团队发展的一个脑机接口系统，他凭着意志就可以来操控轮椅在公园散步，甚至还可以指挥机器狗取回外卖，相当的厉害。好，另外华为现在也抢占中国市场，这个是他们发表的最新最高端品牌的非凡大师的主题曲非凡跟他同名的 MV。 好，那您可以看到这个是刘德华华仔亲自演唱，那就是透过音乐致敬各行各业不断超越的探索者，传递非凡的力量。好，另外字节跳动也大买了华为的升腾晶片金额到了1788亿元，这是新台币的价钱，已经帮大家算好了。好，那也传出字节跳动大举采购这个升腾晶片，中国媒体认为辉达的 H20 的晶片缺口所导致的。那鸿蒙5用户也突然破了2300万。
那余承东也发豪语说，下一步要实现上亿的覆盖。好，所以中国大陆在一些科技，还有一些 AI 晶片上面也是一直往上的放量在进行成长。好，我们先问亮哥。对了，美国比较明显成功的企业都集中在高阶的人工智能，就那7家公司不断的创新嘛，那为什么 Anthropic 不太有人知道？因为它是 OpenAI 分裂，然后主张不要那么商业化的，就跑到这家公司。但因为它没有那么商业化，它有做 Claude 啦，那个大语言模型那个 Claude 就是它的产品，可是显然没有大量在做广告啦。对，比较少人理解，所以大家都是 ChatGPT 啊，不然就是 Gemini。那个大概是听说文学的笔调比较好啦，我听人家讲的哈，我也试用过1个月。可是你就看到就是7家超级大公司，然后把美国整个股市都撑起来嘛，那这个到底明年还能不能继续这样做啦？就是它就不断的创新算力啊。那降低耗能啊，那就一直往上带嘛，可是下面的应用场景是不是接得上？还有因为都是闭源的，所以别人也应用不了。我跟你讲中国的状况啊，我觉得中国大陆有点这个柳暗花明，现在慢慢又一春跑出来了。比如说2024，中国大陆的大语言模型啊，全世界的应用比例只有1.2%。就今年到8月变成30%，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开源嘛，所以印度、东南亚都愿意用，也是，还有欧洲，他愿意用。事实上，连美国都有一些公司在用，偷偷在用啊，比如说英伟达斯坦福大学，或者是 Airbnb 那个民宿最大的公司。对，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拿中国的我看到的都是用 DeepSeek， 不然就用那个狗问，对千问做底嘛，我写我自己的程式，自己改所以这是2条路线的竞争呢。对，遍地开花了。好，我们来问赖教授。以大国的领导人来说，我们今年不约而同的都看到不管是美国的主流媒体很强大的主流媒体，或是欧洲的主流媒体，他们都一致的评论认为习近平是影响力最大的远比这个普丁，还有远比这个川普的地位更高，影响力更大，作用更大，而且他们认为这个人是一个天然的领袖，这是很特别的事，在过去不可能看到欧洲的主流媒体他们是这样分析例如说这次看到的是彭博社也下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在我上个礼拜看到的是法国的《世界报》。法国的《世界报》是在知识分子在欧洲很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他也认为习近平是当之无愧的最强大的领导人，而且他就是手段很细腻的就让中国大陆处于最好的一个地位那让俄国的普丁就只能够跟随着中国，而川普的所有要把中国压制的所有的手段全部被习近平一个一个破解，不但破解，而且让中国处于最绝对的优势的一个地位。然后接着我们也有看到了，在 Ego 就是回声报在经济这个部分，他们的分析也是认为在2025年是中国的丰收年，所以他们从这样的一个论断里面来推论2026年，他们认为大陆在2026年的展望会更加的强烈，在高科技这个部分会有很多的突破，在经济的发展上会有很多的成长。那这个都跟唱衰中国的，例如说我们在第一趴的时候，还有人说中国快要崩溃啦，中国快没有啦，美国还有杀手锏啦，这个都变成完全对立的。可是问题是，唱中国崩溃论的都是小报，不怎么样的人。可是认为中国大陆在2025年是大赢家，2026年看起来会有更有收获的，却都是美国还有欧洲的最强的主流媒体。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滑稽、很可笑的事情。就是说，那些小人物不是说小人物一直在说，哎呀，美国有杀手锏，3招就可以让中国大陆毙命。这个实在是听了耳朵都长茧了，因为太多这种论调了。好，
我觉得鸿蒙系统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是没有机会用鸿蒙，我是有用过，太好用了。但是因为在台湾太难用了，那我的手机因为已经是过龄了也就是说超过6年了，实在是太老了。我用的华为的手机用了6年没有维修过一次，没有坏过一次，而它自动帮你在这个鸿蒙方面更新。鸿蒙是真的是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好用。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鸿蒙现在破2300万，它等于是终结了什么？终结了过去在手机的作业系统这个部分，美国控制的天下，美国垄断的天下。原本全世界的手机的作业系统就2家公司嘛，但都是美国的，一个苹果嘛，一个 Android 系统，都是美国的。但是鸿蒙已经终结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掌控。一旦破亿我个人认为，美国的时代真的就结束了。也就是说，以后美国不可能完全由它来掌控这个系统了。好，文琦哥怎么看？我先讲国内的啦哈，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所谓的脑力可以控制我期待啦哈，吴淑珍女士可以看看可不可以因为这个受益，不要因为那是中国的产品这是我看到这一则新闻，我希望吴淑珍加油啦。然后当然，我觉得一句话就没有比较就没有受伤害。你看到中国大陆，我说人家是这么的努力，为什么他会敢讲说这个所谓的并行不悖，美国再次伟大于中国梦，他哪来的底气跟自信？坦白讲，你不管是从他现在，我们之前提到的全世界的这种全产业的41项的分类，还有他整个的落地的系统，它是整个的战略的所谓的生态系的营造。所以中国大陆之所以能够在近几年所谓在围棋的态势下，我觉得快速的崛起，有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可是我看到的台湾，对不起，我们唯一的，包含你现在提到，刚才赖老师提到的鸿蒙系统，我们看到的赖清德只是把我们的一家3代的钱6000多亿，不管是从那个2000多亿，全部都搬到美国护国神山。所以我说没有比较就没有所谓的受伤害，包含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近针对洪都拉斯可能的转向，他们发布了第3份的文件。你看看对岸的中国大陆在做些什么？为什么美国川普最后会脱口而出G2其实他也隐然感受到极大的压力，因为数字会说话嘛。刚刚我们看到这些数据，不管是所谓的717亿家这些数字，套句中国大陆的说法，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各位记不记得前阵子因为美国政府的关门，史上最长的那一次，很多的数字都没有办法真实的呈现。所以我怀疑这个所谓标普的这个数字，坦白讲，或许将来如果更完整、更正确的数字出来，美国可能会更惨。回过头我们来看美国的 AI， 坦白讲，美国我们讲 AI， 最近各位如果去研究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情势，它一直在所谓的起始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本梦比。实际上能够把它化为实际的收益，为什么大家现在开始担心，有点可能会步入所谓的网络泡沫化？所以 AI 真正的持续的发展，我觉得大家可以继续看下去。至于回到中国大陆，你讲的所谓的钴镍，就刚刚我已经提到了，你不管是一带一路，或是他们经营所谓镍矿的印尼，还有钴矿的刚果、非洲等等，人家是多么的一个用心。所以不管在新3样新电池啦，什么电动车，人家在做些什么，就对照了台湾乃至于美国现在在做什么。所以